很多年轻00后认识靳东都是从农村弟弟师奶杀手开始的，但你知道吗？靳东可不只是普通影视演员那么简单。温文尔雅的靳东一直是红旗行走的代言人，不仅出演多部广告大片，自己也是红旗 L5的首批车主之一。红旗 L5一台宾利劳斯看了都要黯然失色的存在，不怕莱斯和宾利，就怕红旗带话筒，便是这款车带起来的。在我国汽车发展工业还不到10年的背景下，红旗就硬生生造出一台搭载 V8 发动机的性能怪兽。参加莱比锡国际展览会，在场车媒纷纷被红旗气场所震撼，给出极高的评价。展会也将其列为世界名车。在那个时代 ，V8 意味着绝对的实力，地位就如同今天的3080钛，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为过。但是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为什么红旗能够一飞冲天，造出这样的机械猛兽，独领风骚呢？为什么红旗能有今天威风凛凛的地位？红旗背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呢？1958年7月1日，一汽成立了一个名为 CHR 的项目，大致意思就是要造出我国首辆高级轿车。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国汽车工业起步晚，对这一块毫无经验可言。当时为了找到一台可供参考的样车，一汽四处打听。不久后，在吉林工业大学那儿借到一辆原属于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克莱斯勒帝国。由于各种原因，一汽并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画图纸、开模，只能用现有的生产线来制作零部件。这里说一句，最早一汽的生产线是用来生产搭载6缸发动机、最大功率90马力、可载重4吨、代号 CA10 的解放牌卡车，所以无论工人们如何调试设备，都无法生产出能给轿车使用的零件。但随着不合格的零件越来越多，一汽知道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为了把车造出来，一汽提出一个在当时觉得天方夜谭的办法，就是把整个克莱斯勒帝国拆开，分成数千个零件，供工厂内所有员工参观。各大部门可以将样本零件领回去，只要在期限内交出成品即可。当时的车身就是请上海的一位常年修理国外高级汽车的老师傅，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靠着手摸，用锤子一点点砸出来的。再就是仪表车间领回去的点烟器，为了不卷裂或者卷皱，他们是用修钟表机芯的小锤子一点点敲出来的。随着天色渐晚，几乎所有样本零件都被领走了，只有一个零件到半夜都无人问津，那就是开头提到的 V8 发动机。根据当时一汽的实力，想要造出这个 V8 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一汽内部就有人提议，要不就用解放卡车的发动机算了，一汽直接否决了。为了拿下这个 V8， 一汽召集了当时最精英的技术人员和师傅，组成公关团队。为了造出合格的 V8， 一汽从材料、精度等方面设计了超过100种的方案，并一一进行实验。就拿当时发动机的挺感来说，最开始制作出来的质量很差，在模拟机上运行还没2分钟就坏了，然后一直在失败改进中轮回，直到第42次的成品，整整在模拟机上连续运营了400多个小时都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就在这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中， V8 被成功拿下。虽然技术上的难题都被一一解决，可摆在一汽面前的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是技术不行咱可以借鉴，但是如何在造型上体现咱们中国自己的特色呢？而什么又叫中国特色呢？是山水名胜还是建筑艺术？为了更好体会中国特色，一汽特意派人去参观故宫，希望在这里能找到灵感。在回到长春后，立马开始了造型设计。最终设计图纸在经历无数次的改进后，红旗的内外饰终于定型。前脸格栅是受到传统建筑中如意寿桃和扇子的启发，车后的尾灯则是受到了宫灯的启发，前舱盖上则是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内饰则是用上了福建大漆珠宝纱。可以说这辆车集工业技术和传统手艺于一身，是一件艺术品。1958年8月1日，中国首辆高级轿车红旗驶出装配车间。该车搭载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200马力，最高时速185公里。上个世纪50年代，对于我国来说是工业进步飞快的10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除了诞生了轿车，还诞生了首架国产喷气式煎鸡机，诞生了自己的电子工业等等。这里说个题外话，当时的高级轿车可不只有一汽的红旗，比如当时的北汽也开发了一辆名为北京的高级轿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被调去生产轻越野了，导致北京最终只生产了22辆就停产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北汽最早是个附件厂，叫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专门生产化油器、汽油泵、挂语器等汽车配件的。说回一汽，在 CHR 红旗研制成功之后，一汽接到了研发领导人专座的任务，也就是开发3排座汽车 CA770， 这便是红旗 L5 的前身。在1960年到1964年中，一汽总共设计了4款，但都不尽人意。直到
到1965年的时候，一汽总结了之前4次的失败，开始重新设计 CA770。同年8月，首辆 CA770研制成功，正式成为我国领导人专座和国家指定礼宾用车。也是这个时候，红旗在我国人民心中那股自豪庄严的形象被树立了起来。红旗的诞生不单单是代表我们自研汽车的成功，更是我国工业的崛起。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对于自主品牌红旗来说，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红旗飘向世界各地。好，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可以关注三驱兄弟，为你讲述更多汽车故事。我们下期再见。